李真，来看看这个。你怎么解释？说说吧。今日一早，四宝街都传遍了。这手抄墨方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与我绝无关系。和你没关系，和谁有关系？说，李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这七烟墨是我复原的，也是我的心血。我泄露墨方，与我有何好处？此等蠢事，我李真做不出来。再说了，这墨方又并非我一人接手。景东叔跟六爷爷也看得见摸得着，凭什么只怀疑我一个人？凭你们八房往日的所作所为，你还敢往我们六房身上泼脏水？我敢当着祖宗的面发誓，这不是我干的，你敢吗？我爷爷当年也当着祖宗面前发过誓，可结果呢？你们不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怀疑我爷爷，怀疑我们八房？景东叔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若是真的不相信一个人，立誓又有何用？再说了，我们八房早已不在李家的祠堂里，与李家祖宗的牌位更是毫无关系。瞧瞧这话说的，连祖宗都不要了，把自己和李家撇得干干净净。蒋玉，大嫂，要说咱们对他真不错，给了钱也给了机会，谁知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。好一个恩将仇报啊！四叔母给我扣下这般大的罪名，我想请问四叔母，你有何凭证，证明这墨方是我泄露的？还需要什么凭证吗？就凭你来之前，咱们家从未有过墨方泄露的先例。你说说，为何单单你来了，墨方就生出了这么些事端？不是你，还能是谁啊？娘，大嫂，我早就看出这丫头心怀不轨，咱们可千万不能引狼入室啊！行了，是让她都把嘴闭上。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时候，是解决眼下的问题。景东，你速速联系订货墨商，告知他们我们李家会给予相应的补偿。是。六哥，文慧和严大人那儿烦劳你去知会一声。真娘，七祖母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头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七祖母，真娘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离开。既然大家都在，那我就把话都说清楚。第一，七烟古墨的差事是我李真堂堂正正拿钱干活，与李家两不相欠。第二，这墨方不是我泄露的，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肆意的污蔑我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将背后使坏之人揪出来。你们等着看吧。东家，今早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这个东西，李家现在已经闹翻了天，甄姑娘都被他们气走了。来势汹汹啊！得有人在背后布局。这事关我们在李墨的收益，不能放任不管呀，东家。小七，你仔细盯着，随时来报。邵管事，甄姑娘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邵东家叮嘱过，事情没查出来之前，我不能让你进磨坊。邵管事，我正是为了墨方泄露一事而来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但绝对不会让您为难。何事？我想借李家磨坊历年来的用功名册一看。邵管事来李墨这么多年，果真将这磨坊用功名册整理的是井井有条。这每一个进入李墨的工人，进出各是什么时候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郑姑娘，这名册只是磨坊的用工登记，能看出什么门道呀？少管事，您看看磨坊上的字。抄写此磨坊的人写字有一特征，写横的时候总是喜欢往上飘，而写竖的时候却不向上回笔。而这用工名册上每一个磨工的名字，皆是由他们自己所写，因此，我想通过字迹查到此人。郑姑娘聪慧啊。那你如何肯定抄写这磨坊的人在李磨上过工呢？泄露磨坊的人，必定跟李家磨坊有关。真娘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为了洗清我的冤屈，真娘只能尽力一试。少管事，来，您快来看，我好像找到此人了。这个人我记得，5年前磨坊确实招过这么一个人，他来烧烟不过半月，屡次偷奸耍滑，以次充好，我便把他赶出去了。真娘，这个葛老六，他是这条街上有名的无赖，在每家10寺、9寺都欠了一屁股债，肯定在这儿。叔父，伙计，上酒。不给钱就没酒。什么钱啊？他妈信我气死你我！你记住了，一会儿到人少的地方再动手，先打晕他，再捆绑他，不要跟他硬来。真娘，你别出面，回老磨坊，等我把人给你带了。快快快，哥俩都走了啊！快点快点，小心点啊！碰我呀你！怎么个事啊，兄弟？你少废话！我敲死你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刀剑无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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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，刀剑无影！真的打他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怎么能欺负姑娘呢？哎，有劲儿，下手下重了。你还好吧？薛东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刀剑无眼响彻云霄了。哥，你怎么样？还是打你肚子了？没事没事，一点点。没破吧？没有。郑姑娘，这你的？哦，我的。你还是适合制墨，这刀嘛，你先收好。这样吧，他泄露了磨坊，我也算是股东，
接下来这个人就交给我处理吧。等一下，戚东家，我知道是你的好意，不过就是因为这个人，让我在李家白受冤屈，所以，我必须要亲自审他。那也行，但至少我得帮你把他扛回去吧。那多谢了。多谢。哇，好大劲儿啊！肖兄弟，你这把刀可否借我用一下？哦，这是我们东家的刀，甄姑娘，您随便用。那多谢了。多谢。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葛老六，哎，酒醒了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复原期间我的丫头？没错，就是在下。我以前在李家磨坊从来没有见过你。哎，东家，这审问不是咱俩的老本行吗？他俩还真上。我还以为谁呢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让他们先耍耍。我告诉你，那我再看看去。你别给我拿那个当家人那一套的架，因为一个女人就应该好好的待在家里，好好的伺候男人，整天的抛头露面，那不嫌丢人吗？你手段放开一点啊！我就这么说啊！你还想着跟男人争权夺利的，你这，我告诉你，我呢，就趁早的让你断了这念想，别整天想东想西的啊！打他！东家，这小子动手了，嚯，劲儿还挺大，让他练练身手也好。葛老六，你以为你说这些话会激怒我吗？我一点都不生气。你说完这些，反而让我心里更加清楚了几分。看来我跟李家的事情，你那个内应没少在你耳边嚼舌根啊。你们越骂我，就说明我优秀，你们根本就比不上我。识趣点，就赶紧把你在李家的内应给我供出来。我葛老六不识趣儿，不识趣是吧？好，好，好。你那个内应想来是给了你一笔银子，还承诺你这风波之后会给你一个好的前程。可是如今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你若是不说，我可就报官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谁敢出面来保你这颗无用的棋子？你吓唬我？你无凭无据，那磨坊，那就是我在街上捡的，那官府能奈我何啊？再说过了一阵风，我就安然无恙的，我就出来了，我安然无恙啊！看来你那个内应只跟你说了一半的真话，这七烟古墓的关窍你是全然没有搞清楚。东家，拔刀了。哟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七帅。这把刀的主人，便是义后生的东家七九。这手法有点生啊，太生了。这个七九，也就是七帅的人。这七东家来到回州做的第一桩生意，便是跟李家合作七烟古墨。可是如今，你将这磨坊散了出去，七烟古墨无法生产，这影响的不仅是李家，还有七东家的利益。况且七东家这个人，心冷手冷，
杀人如麻，断没有我这么好说话。如今这七东家就在这门里，若是你执迷不悟，落在他的手里，那可是要见血的。孙百一，接着说。是孙百一给我的魔方。确实，我也没想到我能表现这么好，一问就招了。当然了，七东家这把刀也帮了我大忙。这刀可真厉害呀！这把刀啊，在甄姑娘手里用的是出神入化，甄姑娘的故事讲的也是精彩绝伦。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嘛。为了让他说出实情，我只能胡编乱造了。什么胡编乱造啊？这把刀就是戚家军的军刀。那你真的用这把刀杀过人啊？他逗你呢。这葛老六嘴里的孙百一，甄姑娘可是认识？何止认识，是我的死对头，一直跟我作对。这个孙百一是我大伯娘的族弟，想必也是忌惮我在李家待久了，影响他们孙家攀着正要往上爬。这个葛老六我先帮你拘着，那后面甄姑娘有什么打算？还能怎么样？自然是堂堂正正的去证明我的清白喽。有需要帮忙的话，尽快找我们两个。齐神，百一是您看着长大的，他爹孙大河也是咱李墨几十年的老伙计了。反正我是不相信这事是他干的。这其中必有什么蹊跷，说不定是某些外人要挑拨离间呢。人证不够，我这里还有物证。七祖母，这是孙百一给葛老六的墨方底本。少管事，这就是孙百一的字迹。去，磨坊拿人。大嫂，江云，说到底，这孙百一是您的族弟呀，素来对佑哥也很是亲厚。眼下娘这般生气，您这个做阿姐的若是不管不顾，处罚怕是不会轻的。真的要气死我了！你说这个孽障，他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呢？这会儿，恐怕只有孙大师傅能救他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孙百一毕竟是孙大师傅唯一的儿子呀。是啊，我这就去找叔父。你去把孙大师傅的那些徒弟全都给我叫过来。跪好，老夫人。这是我们在孙百一身上搜出的库房仿制钥匙，人证物证皆无差错了。我不敢了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错了，老夫人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住口！我李墨传承数百年，
对内对外竟以信义为首，你犯下如此大错，若不严惩，往后还怎么当得起风清气正这4个字？少管事，磨坊的规矩白纸黑字，明文写得很清楚，该如何处置？你说。回老夫人，磨坊不仅是磨行立业之根本，也关乎磨工们的生计未来。孙百一此举，实乃大不忠大不义。以李磨防规，当伐磨所得，断其双手，逐出磨坊，以示惩戒。把人拉下去。老夫人，哎呀，老夫人，大和愿替儿子受罚。老夫人，爹，儿不孝，不孝，养不教，不父之过。我儿犯下滔天大错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也难辞其咎。断手之刑，大和愿替百一承受啊！孙师傅，切莫胡言，你与此事无关呐。老夫人，大和就这一个儿子，他虽不孝，但为人父者，我的亲眼看见他没了双手，请老夫人成全。老夫人，六爷，我们来就是想替孙师傅说几句公道话的。他在李家勤勤恳恳数十载，劳苦功高，自古便有父债子偿、父闻子成的道理。这京城里达官显贵犯了错，也多有祖宗因病从轻发落的，还请老夫人宽恩，饶了这断手之刑。请老夫人宽恩。我李家磨坊里的人，永远要把风清气正这4个字刻在心里呀！弟妹，他们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呀。当年共磨案发生之后，有很多磨坊花重金聘请孙师傅，他都拒绝了。这些年也多亏了他撑着焦坊，才保证了李磨的产量。娘，百一是我族弟，他犯了大错，按理说我不该多言，但我想请娘看在大和叔为我们李家操劳了大半生，他年岁已高，望娘从宽发落。万一，起来，娘。真娘，此事累及你最深，你觉得当如何判罚？既然家规房规有明文约定，便没有子债父偿的道理。可大伯娘对我，还有八房的恩情，真娘铭记于心，永不敢忘。断手之刑可免，其他罪责难逃。我相信七祖母定会给我一个交代。罢了，断手之刑改为杖责，父子2人从今日起逐出磨坊，永不录用。多谢老夫人开恩啊！多谢老夫人开恩啊！散了。慢着，孙百一酿成大祸，当受责罚，可我却觉得真正的祸首另有其人，最该被逐出磨坊的人是他，李真。蒋渊，休要胡言！
我并未胡说。真是可笑啊！我一个受害者到你嘴里变成了罪魁祸首。四叔母，我倒想好好问问，我何罪之有啊？你仗着自己做出了一块墨，就不把大家放在眼里。法理不外乎人情。今日这么多人给百一兄弟求情，唯独你得理不饶人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逼迫你七祖母罔顾大局，为你做主，你简直就是无情无义。我来李家磨坊上的第一堂课，便是无规矩不成方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人情再盛，亦不可黑白不分，否则立这家闺坊规又有何用？如一家规，你就不该出现在这里。你一戴罪除族之人，你不安分守己，反倒狼子野心。你以为孙百亿为何要投房啊？若不是你觊觎李默家业，想方设法争权夺产，他又怎会为了保住佑哥继承人的身份，甘愿去犯错偷方呢？争权夺产，你若是想针对我，大可不必往我头上泼脏水。明眼人都看得清楚，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间。你若不想争权夺产，为何在掷出七烟古墨后，还要死皮赖脸地留在李家磨坊？难道你不是想要找机会接管李默，入主李家吗？钱江月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！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过这样的想法。眼下你尚未站稳脚跟，自然不会展露野心。可是1年、2年、3年后呢？大嫂，这李真赖着不走，你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不痛快吧？你要睁眼看清楚了，千万别被这歹人给算计了。田江月，你不要再胡说了，我对真娘毫无此意。大嫂，你既不愿意说，那就由我来替你和佑哥做这个恶人吧。大家信不信？若今日他李真不走，往后争了权夺了产，被赶走的就是大嫂、佑哥和我们。田江月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！大伯娘、真娘，佑儿，你怎么可以打姐姐？她不是我姐姐，娘，这是我家，谁也别想赶走我们。混账！你怎么这么说话？谁教你的？跟我回去，把她送回去。娘，为了李家的和睦，为了李默的传承，李真断不可留在我们李家磨坊。他从哪儿来的，你就让他回哪儿去吧。老夫人，请您将李真赶出李家磨坊。对，赶出去！胡闹！都住口！七祖母，您不必伤怀。既然事已至此，那真娘便把想说的，索性一次性全都说清楚了。从复原七烟古墨之初，到如今磨坊泄露真相大白，我李真没有一点对不住李家。我为做墨而来，堂堂正正，从未有过要与你们争权夺利的心思。可你们却忌惮我霸占了主家的家业，夺了李正佑嫡宗嫡孙的声势，一再苦苦相逼。我忍到今日，不想再忍了。七祖母，真娘得您恩惠，得以在李家磨坊学习，真娘感激不尽。可这契书，恕孙女签不了了。七祖母，您多保重。你们听着，今天不是你们赶我走的，是我李真不屑与你们为伍，
不屑参与你们这些阿脏之事，更不愿与你们这些颠倒是非的人待在一处。从此以后，我李真跟你们李家再无任何瓜葛。我回来啦，真娘回来啦！瞧瞧，今天可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哇，娘，怎么这么大的桂鱼啊？哎呀，这是你爷爷啊，特地给你买回来的，还新鲜着呢。你快去歇歇，马上吃饭了啊！去去。嗯。今天这什么日子啊？怎么做了这么多菜？爷爷说你忙了这几个月，眼看着都瘦了，不光是买了鱼，还让我们张罗了这顿饭给你补补身子。嗯，谢谢爷爷。真娘，你多吃这个鱼，爷爷特地给你买的，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莫芳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街头巷尾都传开了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这李家人呢，真不是东西。娘，您放心吧，今日在李家，我一个个骂回去了，一点亏都没吃。骂得对。娘之前就跟你说，你回家，娘热饭热菜做好等着你。但是在外面，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自己，绝不能让别人欺负到咱头上。爷爷，七祖母给我的契书，孙女退回去了。既然李家不欢迎我，我留下来也是无益的。真娘，你做七言古墓，这几个月也累了，不妨趁着机会，好好的歇一歇。是啊，听爷爷的话，好好休息休息。真娘不想休息。虽然我离开了李家，但是我织梦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。与其到别家磨坊上工，看别人脸色，听他人摆布，不然干脆自己做自己的主。我想好了，我想用七东家给的白粮彩头，开一间磨坊。开什么磨坊？开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磨坊，小李磨坊。真娘，开磨坊啊，没你想的那么容易。爷爷，我知道开磨坊很难，但是事在人为，只要孙女有手艺，并且全力以赴，何愁不能成事啊？你才学了几年磨呀，就这么大的口气？爷爷，您是觉得真娘没有能力开这个磨坊，还是打您的心里不愿让真娘开这个磨坊？
爷爷，我们祖孙俩好好聊聊吧。您把门打开。没关系，您不开门，甄娘就站在门口说。其实您心里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朱家，您还是想让我回去，对吧？我知道，您一直想让我回归李墨正统，可我回主家的这几个月当中，我看到的是人心涣散，各怀鬼胎。一家人本应齐心的做事，可是现在只剩下算计忌惮。我不愿与这样的李墨为伍。这么多年来，除了七祖母，还有大姑娘是一心向我的，其他人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。只要我留在那里一天，像这种用磨坊陷害我、伤害我的事情，便会再次发生。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，我又为何把他们当成家人？这样的李墨不值得留恋。爷爷，我现在只想把我的小李磨坊做好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、踏踏实实过好我们的小日子就够了。我知道，您现在可能还不能理解，但无论如何，您接受也好，不原谅也罢，这个小李磨坊，我开定了。小姐，看什么呢？宗家，我刚看见甄姑娘从那儿走过去了，好像是在打听店铺租赁的事儿。难不成这是要自己做生意啊？这甄姑娘，哎，东家，我看您最近倒是挺关心她的，要不这次咱霸气，给她投一点。好，用你工钱投。哎，东家，这可不行啊！甄娘回来了。哎，爹，你也不用这么着急，咱们等甄娘回来再商量商量，行不行？娘，爷爷，哥，娘，哎，我已经租好小李磨坊的铺子了。爷爷，您背着包袱要去哪儿啊？郑良，还不快去收拾，即刻出发。爷爷，快去！前几日你婺源的舅舅不是说要带你大哥去做砚台生意吗？你爷爷听说你哥想去，立马就收拾行李，说要同你大哥一起去。我跟你哥和嫂子劝了一上午了，说什么也不松口。你快赶紧劝两句啊！爹，要我说呀，您想去也不着急这一时一刻的，这几日你等我打点好了，过几天您再出发，行吗？爷爷，郑良，快点儿！
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爷爷的脾气，你就别跟他犟了。他现在的身体不能出远门。给爷爷买的，记得让他吃。娘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正良，拿着，真娘给爷爷的。哦，好。路上慢点啊。正良、秋娥，照顾好爷爷。知道了，娘。娘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青砖掩湿篱，孤雁落成萍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，你让万物生。